哎，有一个声音哦，我不知道你们听到没有，我就听到5005转有一个声音，好像开 V 那个感觉哦。哎呀，我刚刚忘记关 traction 哦。Hello， 大家好，又是 Eder 不是一个车评，只是 BOV，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如果你们看我上一期视频，我是试驾这辆 Honda City 1.5E GN2 来到这儿的。这个影片呢，就会把它给开上云顶。我在1年多前我有试驾过 1.5V， 那时候没得上云顶啦，终于有这个机会可以上了吧，对不对？当然，不管是 1.5V 还是 1.5E， 动力都是一样，这个悬吊都是一样的。我们就来看一下这次的表现。但是在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的话呢，希望还没订阅我的朋友们呢，记得按下订阅。那我更新影片的时候呢，你们才可以及时收到通知啦。话不多说。Let's go！ 原装的 GN2 什么都没有改，除了 remap， 没听错 ，air filter 没有改 ，exhaust 没有改，但是做了 remap 的。Continental UC6 原厂标配的185/60R15寸，前面有刹车卡钳，后面是一个 drum brake。那非常感谢本期视频的车主，叫做 Danny， 来 Danny 就坐在我隔壁啦。我们就一大清早冷冷的时候就可以把它给开上山。那我把 AC 关掉啦，不要给它有负担。OK。直接上了 S 哦，有 Hill Hold Assist， 踩点油门，有换挡拨片模拟七速，虽然是 CVT 啦。这一副是一个1.5公升的自然吸气4缸引擎，又有这220，又这200，sorry 啊，121 PS， 还有145根Nm。经过 remap 出来的话，大概是 on wheel 是109这样啊，里面的。这个 remap 了的dyno 数据我会放在这给你们看。没有 CVT cooler 啦，但是我们等一下会看一下 CVT 上到顶大概是多少度。我刚刚在 Kara Highway 的时候呢，已经上到96了，最高啊。所以我们等一下看一下最高的这个温度是多少。现在因为有 Luffy meter 啦，我们可以看到 water temp 还有 CVT temp。这辆车唯一一个缺点就跟 Vios 一样啦，没有那个叫做水温表，缺点。但是装上 Luffy 200多块的事情就可以解决了，没事。哇，这个动力来讲相当不错哦，在高转的时候。我就是驾过GN2上山了的，但是在晚上的时候，我跟你讲晚上的驾车我会更加快，因为我看不到路啊。没有啦，就是说你会比较敢去，在晚上的时候，我还跟着 Golf GTI 后面呢。不过讲真的，它的悬吊是偏软了，所以我过完时候有一个大负担，就是它的侧倾很多。不过比起 Vios 的话，Vios 太神奇了，真的有 TNGA 的一个影子哦 ，Vios， 就是它不会侧倾到太严重，它的车很定的，就是过弯扫而已，然后直到它推头了为止。然后如果你比起 Hatchback 的话 ，City Hatchback 会更加干脆利落啊，没有这样重那个屁股。侧倾是有，但是它没有这个重，感觉要少了一个屁股哦，轻盈一点。这个轮胎呢 ，UC6 暂时是 hold 得住这辆车的，现在的这个速度啦。如果你在改装那个悬挂了啊，给 adjustable 还是什么啊，这个轮胎根本是不适合你去用了的，因为你过弯更加的快。这辆车到了6500转左右会自动升档啊 ，Thank you CityLink。106度了 CVT， 哇！但是我驾过 Civic 的 FC 的1.8了，上到顶的话大概是130度，哇，真的是。没有哦，它的 meter 还没有跟你讲，不能哦。Come on， 不要快的话靠左 bro， 真的。有一个声音哦。没有remap前 VTEC 会不会开？VTEC 睡觉。
翻版 V 的 ，i V 的，有5500转，哇！有一个声音哦，我不知道你们听到没有，我就听到5500转有一个声音，好像开 VTEC 的感觉哦。哇，哥 ，Where's your signal, bro？ 哇，我跟你讲，现代人哦，真的是要进就进了。哇，那个5500转声音变了，明显。要开窗啊，才听得到。不过这一代的 CD 比起 GM 6.5的车身原装来说，它的悬挂会比较这个扎实了一点的，感觉到整个避震器都会比较厚一点的。哦，bro 不用 brake 到这样吧？OK， 谢谢你，谢谢。不错不错，灵敏性是有了，不错啊。这样如果它5500转才开 deck 的话，你又上不到7000转这辆车，就变成了你一升档的时候，它就还没有那个 deck 了。短暂的享受。哦。OK 啦，好过没有，好过之前完全没有，借了半年，都怀疑人生。所以 Remap 真的有那个开 deck 的感觉。有没有快我不知道啊，就至少听到了声音。不同哦。哇，这个 Viva 的门没有关呢，后面，无奇不有啊，在马路上，我的影片很多都是拍到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的，有时候。怎么为什么水温才81度的？反而我跑快要更加低耶，原本只是90度的嘛。对，可是你慢了，它又会上。又在起水温。对。所以日本车的水温是偏低的，如果你像德国车啊，没有100比较多个德国车的水温。好。这个才90度哦，就最高。那这个油也有 upgrade 啦，我没有用 Honda Suggest 那个烂油哎。那个 coolant 啊？你说什么？Engine Oil 020。哦，020。哇，它可以把我 hold 在6500转不是问题耶。不错，它的动力啊，真的爽很多。如果加 Vios 的话就，Vios 的操控是虽然好过这辆很多，我就感觉到了。但是如果你说动力的话，还是这辆爽。如果 Vios 配搭着这样的动力的话，神了，多了很多神车出来。118度，它还没有再上来，它就维持在这个速度了，因为我应该是还没有上到去顶，比较慢了。对，可以来听一下开带，有吧？哈哈。Double overhead cam， 比起上一代升级了。舒服我要选掉，软。面对这种有动的时候啊，就不用怕了，就去吧。
Thank you 他原本要出来了，看到有车来了就进去，这个是代表真的是有在看镜子哦。不过它的引擎噪音是有的哦，如果是它拉高转之后，对，就比较 Honda 的车会比较让你听到引擎的这个声浪，就好像加 Mazda 这样，Mazda 也是这样啊。我觉得应该是 CVT 的噪音啊。也是啦。但是我家以前的 CVFB 啊、FD 啊，那个引擎释出来的声音相当好听一下的，至少会给你觉得哇，这家的一个那个引擎 happy revving 啦，就比较耐高转的车这样。哎呀，我刚刚忘记关 traction 哦，看一下有没有 CVT 会比较顺还是怎样吧。会打吗？如果你没有装那个 Luffy 表，你完全不知道你的 CVT 多少度啊，真的。是啊。装好是也是好。哇哦哇哦哇哦！哇，老李在这边。哟，呼呼。这 X5 好像要快又不快哦。OK OK， 来 ，Thank you， 我过来啊。推头哦，他身体侧倾大，所以我一定要迁就他，所以就让他推出去了哦。没有车是可以这样子做的。有一个，刚刚这个 A 比的比较厚，有一点阻碍视线哦。对对对。就刚刚我的头要往上外面看一点。哇，有点晒了，这边就有点热。哦，你关了 traction， 它就不会去做什么刹车，对，就给你去用。对，推头更加严重。OK 啦，它的过弯是不错的啦。Amira 会比较，Amira 会比较笨重一点，我感觉到，这样子会比 Amira 过弯的时候灵敏一点。哇 ，CVT 也是要130度了。不过他真正给 warning 的时候，我真的是不知道他多少度才会给啦。因为我家 CVFC 上到去131啊，他还没有什么，就这样子，又没有觉得 CVT 笨重啊，这个叫什么懒散了。建议加 CVT cooler 啊，很多人就问 CVT cooler 要去哪里装，不是业配啦，可以找一下 KC 啊。这个轮胎再快一点是真的不能了，要不然你平常这样子加 OK 的。OK， 我不要拉太高转了，我可以看到133度的 CVT，Water Temp 已经上到100度了，那我就，如果你不装这个，完全你不知道，你就继续踩而已了，你不会去看的。哦，
水温表又没有哦，等到它真正 warning 你的时候，已经是不是已经是很高啊？如果你不用 pedal shift， 它的 CVT 的 ratio 都会在高与低，也是一样会高的，所以你能够做的就是你尽量不要拉高转而已咯。现在你用 manual 3000转，3000转又好像不够力哦，习惯了刚刚那个冲劲5500多，这个3000转就够啦。如果你这样子顺驾是 OK 的。过这个弯好过，真的，弯好过，舒服。对吧？对你的车有什么 surprise 吗？有没有想到，下次可以加快一点？可以加快哦，是不是？可以啊，我当天追就 Golf GTI 嘞 ，bro。虽然是朋友一场 Golf GTI 啦，没有跑得很凶啊，可以追得到的。如果他没有在很极端的驾驶之下，如果我这样子 keep 着低转啊，它的 CVT 还是在133，它只是降1度，看着办吧，还是一样的，其实没有太大分别。最主要就是你有给它撞冷风，像我们在山顶的话会比较爽一点。132度了啊！切换回去低。131，也是一样。Traction on， 我真的很满意它的动力。你比起 Amira 1.0 Turbo， 虽然它的头段就是在低转的时候，它给到你那个扭力，高转的时候 CD 的优势就来了。反而我觉得这种 1.5 NA 上山会比 Turbo 1.0 来的好上，因为它的高转之后的动力跟它的尾力也是比较强一点的。三者里面哈，CD、Vios、Amira 都是 Sedan 嘛，这3个动力里面，我觉得最强的是 CD 的1.5 NA， 第二强就是 Amira 的1.0。最差其实是 Vios 啦 ，Vios 的0到60的时候比较慢，动力我会选择 CD 啦。操控上面呢，我认为 Vios 是最棒的，原装的悬吊都是软没有错，但是过弯的时候最少侧倾的还是 Vios， 车是很平稳的过弯，再快也好，它都是很平稳的去的。如果外观我真的会选 Amira， 我很喜欢 Amira 的车头，有一点Nissan GT-R 的影子，是不是 ？CD Sedan 跟 Hatchback 日常生活驾的话，这2个加起来是没有什么太大分别，除了你有上山哦 ，Hatchback 那个屁股会没有这么重，就是这样子。但是车型还是有的，还是要做一些精心改装啊，真的。刹车上面我感觉到不知道为什么这辆要踩很深哦，要不然好像不怎么爱停下来，感觉市区驾的时候也是有 feel 到这样。我记得我的印象深刻是 Amira 哦，我驾到去差不多3D 的时候，就是我会晕车耶，不知道为什么，就自己驾都会晕车，就是代表 Amira 的悬吊是最软的。非常感谢Danny，来你休息一下吧。好。真的冷。对于这辆车的评语呢，都是以纯粹个人的感觉和想法，看个人喜欢什么了哈，这是重点。买车的话，最主要还是自己喜欢最好的。如果是外观上面或者内饰呢吸引到你的话，你喜欢就去罢了。后期啊还要改车的，没错，改车就是个无底洞。如果你没有什么爱改车，这辆车的确是蛮舒服驾的，在城市当中。好啦 ，CD GN2 终于搞定，冲上云霄。OK， 好了，各位哈，影片就到此结束。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集的 POV 再见，拜拜。